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生万物开播即翻车，赵丽颖躺赢成最大赢家；85花演技对决，杨幂新剧《生万物》开播第一天，收视率冲到3%，预告片播放量破亿，热搜上了7、8个。可评论区火的却是赵丽颖的名字。弹幕刷屏，求求杨幂别演农妇了，看看隔壁赵丽颖吧。3年前幸福到万家的片段被翻出来反复对比，网友直接盖章，赵丽颖不费吹灰之力撕碎了杨幂的演技滤镜。双引号1，杨幂的村口红妆店输在太像杨幂。生万物剧组为杨幂拼了命，红棉袄糊上泥巴，其刘海土到遮眼，背景全是破墙头烂篱笆。可镜头对到脸上，问题藏不住，冷白皮透亮的像打光板，鼻梁弧度精致的能滑滑梯，连倒垃圾都翘着兰花指。网友毒舌，这哪是种地，是迪奥下乡拍广告。双引号为演好地主千金变农妇的宁秀秀，杨幂提前4个月蹲山东农村，插秧挑水学得满手泡，素颜增重10斤。可一开机，努力全被颜值包袱拖垮，假发片厚得像锅盖，口红淡妆也没敢真擦掉，哭戏眼泪没下来，鼻子先抢镜。有观众叹气，她像在演落魄公主，不像土里刨食的村姑。双引号2，赵丽颖的泥里打滚，赢在不像赵丽颖。3年前幸福到万家的和幸福，至今是农村剧标杆。赵丽颖黑黄脸，毛坎肩，晒斑爬满颧骨，劈柴时胳膊青筋暴起，被闹婚时一脚踹门得很近，连大妈们都说跟咱村姑娘一模一样。去年第20条演聋哑农妇郝秀萍，衣服破的露棉絮，手上冻疮裂口结痂，一个眼神就让观众哭崩。秘密藏在细节里，她进组前真住村里，和农妇同吃同干，指甲缝长期欠着泥，只有泥巴抹脸上，才知道日子多难熬。双引号拍第20条时跟聋哑人同住3个月，手语练到形成肌肉记忆。网友对比两人哭戏，赵丽颖鼻涕眼泪糊一脸，杨幂睫毛膏都没晕开。3，台词照妖镜，方言烫嘴 vs 泥土味呛人。杨幂一开口，争议更大了。标准普通话字正腔圆，可配上胶东方言设定，观众直呼像 AI 在念稿。挑水戏喘气声都像精心设计过，弹幕狂潮，姐，你喘得比我跳健身操还娇俏。双引号赵丽颖的台词却成教科书。和幸福骂村霸时方言混着土腥味，嗓门粗的震耳朵。郝秀萍虽哑，喉咙里的呜咽声像砂纸没过木头。观众发现她说话时会不自觉弓背，这是常年干重活的身体记忆。影评人一针见血，赵丽颖的台词从地里长出来，杨幂的从录音棚飘出来。双引号4，农村戏成照妖镜，天赋努力谁重要？圈内人早看透本质，杨幂在演农妇，赵丽颖是农妇。赵丽颖出身河北农村，割麦喂猪信手拈来，杨幂北京大院长大，再努力也难抹掉都市基因。去年酱园弄她演上海女工广受好评，可一到生万物，演技瞬间打回原形。宋佳的例子更微妙，她在山花烂漫时素颜裹头巾，西装外套一披就压住场子，被赞连皱纹都在演戏。观众总结，好演员能脱壳，差演员只会换皮。杨幂的脸是顶级资产，却成转型最大枷锁。5，观众用脚投票，要生猛不要精致。数据不说谎，生万物收视高开低走，豆瓣评分卡在5.8，幸福到万家至今稳居7.1分，和幸福表情包仍在流传。网友把两人预告剪成对比视频，杨幂版标题：村口红妆店开业大吉。
赵丽颖版弹幕：姐能再踹一次门吗？双引号。马苏的冻疮手成另一面镜子。我是刑警里他双手皲裂发紫，审讯室哭戏让东北人直呼是咱亲姨。观众留言一针见血：真村妇敢把脸往泥里按，假村妇怕弄脏粉底液。双引号。演技的尽头是像自己还是毁自己？杨幂粉丝抱不平，增重素颜还不够拼命。赵丽颖剧迷反驳：郝秀萍衣服破到露棉絮，她提过一句辛苦吗？双引号。娱乐圈20年，巩俐为秋菊打官司，用肥皂洗头皂操发质；章子怡演村妇往牙上涂黄漆。如今赵丽颖们继承这条狠路，可流量时代，观众还容得下不美的演员吗？2. 生万物开局惊艳却骤然崩塌，3大致命问题令观众失望，艺人难辞其咎。赵丽颖的话直指要害。要说今年最让人期待的电视剧《生万物》绝对榜上有名。开播前，它几乎集齐了所有爆款元素。原著小说《钱权与决绝》是入围过茅盾文学奖的严肃文学作品，被誉为白鹿原后的又一力作。再加上杨幂、秦海璐、倪大红、林永健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加盟，观众的期待值早已拉满。开播之初，该剧也确实不负众望，凭借紧凑的剧情、精良的服化道和演员们精湛的演技，收获了铺天盖地的好评。然而好景不长，仅播出几天后，该剧的口碑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大量观众表示高开低走，甚至列出了3大劝退原因。这场声势浩大的期待，似乎正以一种令人惋惜的方式迅速冷却。究其根源，或许早已注定。土地史诗还是土味甜宠？生万物宣传时最大的卖点，无疑是其土地史诗的厚重定位。原著作者赵德发也曾表示，剧本保留了鲁南方言，力求还原土地与人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深刻关系。剧中也确实不乏展现农耕文明的动人细节，比如老戏骨倪大红饰演的宁学祥，在预告片里那个为了地气不惜牺牲女儿的眼神，将农民对土地病态的偏执刻画得入木三分。还有秀秀的公公风二，会把竹筒埋进地里试春气，也会手捧一把新租来的田土，凑在鼻尖猛嗅，陶醉地说：“这个的要是交给俺，俺能让它流出油香啊！”这些场景无一不在试图构建那个年代人与土地的原始连接。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许多观众却感觉变了味。剧方似乎更热衷于放大主角宁秀秀与风大脚之间的情感纠葛，将沉重的土地叙事简化成了更容易被市场接受的土味甜宠剧。八抬大轿迎亲、水缸让玉等充满戏剧性张力的片段被反复剪辑宣传，成了吸引年轻观众的噱头。剧中风大脚那句充满力量的台词的是庄稼人的命，在短视频平台上竟被一些年轻观众调侃为土味情话。这种宣传导向的偏差，让原本深刻的农耕信仰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和娱乐化了。原著中，宁学祥守的如命背后复杂的农耕信仰和土地制度变迁的冲突，在剧中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藏地气、抢粪施肥等更具戏剧冲突的场面。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保证了剧情的观赏性，却也让土地史诗的内核变得模糊，劝退了不少冲着原著深度而来的观众。点评人物，谁的锅？一部史诗级作品必然需要一群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人物来支撑。可惜的是，生万物在人物塑造上也出现了为了追求快节奏而牺牲深度的现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秦海璐饰演的费左氏。在原著中，费左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女性角色。她18岁嫁入费家，没过几年丈夫就病逝了。在那个讲究3从4德的年代，她本可以随父而去，但她不甘心。她测试过公公尚有生育能力后，
竟一手操办为公公娶了一房年轻媳妇，知为费家能有后。等到费文典出生，公公去世，他顺理成章地掌控了费家大权。这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压迫，却又利用规则反噬的悲剧性人物。然而在剧中，这段惊世骇俗的过往被完全抹去，费左氏被简化成了一个只知维护家族体面的封建大家长。他的行为动机变得单一，人物弧光也因此暗淡不少。当他冷酷地将遭遇变故的秀秀拒之门外时，观众只看到了他的无情，却无法理解他行为背后深刻的挣扎与扭曲。这种为剧情节奏服务而进行的人物扁平化处理，固然让故事冲突更加直接，但也削弱了作品本该有的人性深度。导演作为全剧的掌控者，无疑需要对此进行反思。在有限的36集篇幅里，如何在忠于原著精神与保证戏剧节奏之间找到平衡，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显然，这次的取舍并不算成功。细节失真，离接地气有多远？如果说主题偏移和人物单薄是创作理念上的取舍，那么剧中频频出现的穿帮镜头，则直接暴露了制作层面的疏忽，也成了压垮部分观众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赵丽颖曾说过，一部好剧要接地气，要更接近生活中的样子，而生万物在这一点上做得并不够好。剧组在某些方面确实下了功夫，比如要求演员提前学习鲁南方言，考究群野骂街的俚语，主角一家的衣服也是穷的真实，补丁叠着补丁，领口都起了包浆。杨幂为了角色增重，穿上农村大棉袄，力求融入角色，这些努力观众都看在眼里，但恰恰是这种努力，让那些刺眼的穿帮显得格外讽刺。故事背景设定在1926年交通闭塞的鲁南农村，地主宁学祥家的宴席上，竟然出现了一盘鲜活的大虾，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佃户封大脚家里用的碗干净的连一丝划痕都没有，有观众吐槽比我家的碗还新。此外，宁家大院里现代化的白色瓷砖，费左氏手上时隐时现的金镯子，都一次次地将观众从营造的时代氛围中拉回现实。这些细节上的失真，打破了作品的真实感。真正的接地气，不是穿上破衣服，说几句方言就足够的，它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对历史和生活的尊重与敬畏。当制作团队连基本的时代背景考证都出现疏漏时，所谓的史诗感也就无从谈起了。结语：平心而论，《生万物》并非一部烂剧，它有着扎实的原著基础，演员们的表演也大多在线，前几集的观感也确实出色。但它最终高开低走，口碑两极，根源在于其创作上的摇摆不定。导演试图在厚重的文学内涵与快节奏的商业市场之间找到一条两全其美的路，结果却可能两边都不讨好。想看深刻土地叙事的观众觉得它过于偶像剧化，想看轻松爱情故事的观众又觉得它节奏沉闷。赵丽颖那句接地气说得没错，真正的好作品需要的是一种从内到外的真实与统一。这种真实不仅体现在服化道的细节上，更体现在对主题的忠诚和对人性的深刻挖掘上。生万物的这场遗憾，或许能给未来的国产剧提个醒，在拥抱市场的同时，别忘了创作的初心。你对这部剧又有什么看法呢？